这是一款我原本觉得它永远都不会再回到大马市场的车子，结果它不仅回到马来西亚，还是以 CKD 本地组装的姿态重回到马来西亚市场，也就是第3代的 Volkswagen Touareg R-Line， 而且这个是改款版的 Volkswagen Touareg， 所以它是在彭亨州北干的这个厂组装，售价是从469,900块起。那当我们全世界人听到这个价钱的时候，都有一点点大吃一惊啊，因为它基于的这个平台，也就是跟奥迪 Q7、Porsche Cayenne 相同的平台，但毕竟这个价钱对于 Volkswagen Malaysia 来说是一个新高，他们的一个 flagship SUV， 他们要target的顾客跟 Volkswagen Tiguan 是很大的不同，两种不同的收入阶层跟社会阶层啊，所以这个对于 Volkswagen Malaysia 来讲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次就有机会在 Volkswagen Malaysia 主办的 Media Drive 可以上路去测试这个 Volkswagen Touareg， 跟大家分享我对于 Touareg 的 first impression， 它值不值得这个价钱。所以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et's go。那这个 Volkswagen Touareg 的轮胎尺寸是20寸28545R20， 那20寸也就是 Porsche Cayenne 最小的轮胎尺寸20寸，但它这个轮圈呢，看起来就不像卡宴原装的那个轮圈这样普通啦，它至少还是一个镀铢的设计这样子。然后这个 Touareg 采用的就是 Bridgestone Alenza 001，就是专为奢华型 SUV 打造的一款轮胎。因为在 Bridgestone 底下呢有 Potenza 有 Turanza， 那 Alenza 是专为 SUV 打造的轮胎。那既然轮胎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还要专门为 SUV 设计？首先因为 SUV 重，像这个 Touareg 就是1980公斤，又是一个4轮驱动的车子， 3.0 L V6 450 Nm， 所以对轮胎的抓地要求有非常大的这个考验，然后它必须要有很好的排水性能。现在用了 A 字形的倒角设计，然后还有这个 3D 花纹块，特别在高速过弯、湿地刹车表现都要能够照顾到。我现在开的这个是在马来西亚北干 CKD 本地组装的 Volkswagen Touareg， 它也是除了 Slovakia 之外第一个就是在海外组装的这个 Touareg。其实这个情况就跟 Porsche Cayenne 一样，因为我们之前介绍 Cayenne CKD 的时候也是有说过，它跟 Cayenne 都是在同样一个 Slovakia 啦，只是不同的是 Cayenne 呢，它是在 Kedah， 在这个 Innokom CKD 本地组装。那这个车子呢，它就是在北干 3.0 L V6 Turbo， 用的不是 DCT 啊，它是 Jack F 的8速自动变速箱，因为是 All Wheel Drive， 就跟 Cayenne 几乎是一样的东西，340个 PS， 为450个 Nm。 我们现在过头，我们去到 Sport Mode。OK，and we say 3, 2, 1, go。 6500转。OK， so 我比较 surprise 的是，它虽然是450个 Nm 啊，把它的450这个 Nm 啊是 low to从1340个 RPM 起就可以出来，所以它的 tuning 就是在很低转的时候给你很大的这个torque， 所以你驾驶起来，即便车子很大块都很大，你都会 feel 到一种轻的感觉。所以我从刚才Damansara一直驾到文东这边哈，我真的是觉得有些东西它很难去说服消费者。即便我们知道 ，OK， 可能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它基于的就是 MLB Evo 平台跟 Lamborghini Urus、跟 Bentley Bentayga、跟 Audi Q7、Q8、Porsche Cayenne 相同的平台。讲到 MLB Evo 就代表它用了很多的 aluminium part， 包括它的 suspension 也是 aluminium 的，这个东西是没有打折扣的。可是就是品牌上所以我坦白说，我现在把 logo 拆掉，整个 steering 拔掉，放一个奥迪的 logo 下去，你根本分辨不出这个到底是一个奥迪还是这是一个 Volkswagen， 真的。可是它就是那个 brand， 因为这个车子是从469,990块起。同样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 Porsche Cayenne 是599,999，为一个20寸比较不好看的轮圈，然后 Air Suspension 就是你可以去调整车身的高度不只是软硬啦，所以这个就方便你去越野。所以这个 Full Motion 越野也是 Volkswagen Touareg 要强调的地方。OK， 我们现在把 chassis setting 去 Sport 的 chassis， 就是 Touchscreen 就是这样不好，你一定要去看它。Sport 的 Steering，OK， 然后 Drive 给它去 Sport 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performance 怎样。
油门反应更加积极，车子更加的听话。Brake， 然后 Shift， 4号牙，3号牙 ，Third Gear。OK， 我还是会觉得车子偏高了啦，太高了，真的是很高很高那种，一直调低一点 ，Go。我觉得这个模就对了，这个 Sport Suspension 跟 Sport Steering 你就会 feel 到比较 confident 一点，不像刚才这样子飘飘这样子，整个人有点怕怕底这样子。OK， corner。我觉得它还是偏舒服啦，即便它的沥水有 everything 有，你看我过 corner 已经完全的 sport mode 了啊。那我们现在就在 East Coast Highway 上面，就是从 KL 往关丹的方向，这条 Highway 是仅次于南北大道的一条 Highway， 但是跟南北大道不同的是，这个 Kara Highway 啊，它的地形比较高低这样子，所以对于乘客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从刚才做到现在，我觉得这个 Volkswagen Touareg 呢，它的 suspension 对我来讲呢，它不会太过硬。因为是 Air Suspension 嘛，至少它整个乘坐感是比这个 Volkswagen Tiguan 好很多的啦。在过一些 bump 的时候，它能够有效的去吸震跟避震，更何况它用的是这个Bridgestone 的 Alenza 001轮胎。OK， 那讲回来，它里面的乘坐质感的话，首先这个车子，即便它不像 Tiguan Allsway 这样子是一个 7-seater， 把它的椅子呢还是一样可以前后滑动，可以滑到这么前，然后这个椅背它有 reclining seat， 它不是 electric 的啦，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后面就有更多的这个 luggage space， 再可以下到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是但是奇怪的是它，其实在整个 design 都跟奥迪比较像啦，它的 cushion 的 design， 这个 cushion 的乘坐感它是偏 hard 啦，它比较硬一点。这个 cushion 它不是像日本车这样子那种软软的座椅。然后你看它整个 door panel 这些 speakers 的盖的 shape 都非常非常的奇观，所以它给我一种在一个比较宽敞、车顶比较高，然后车身比较稳、比较多 aluminium 感觉的一个奇观这样子。然后这边有冷气出风口，只是跟小车不同的是，它的 pillar 它的垫这边也是有这个 air vent 的。你看，我们现在过吧。不过 root stripes， 你会觉得你跟这个 root stripes 比较远，比较有一个距离这样子。然后里面它比较多manual的东西啦，像你看这个遮阳帘啊 ，sunshade 它也是用手动去调整的。所以坐在后面，我觉得它跟卡宴的差别是不会说到天差地远。I mean in terms of dimension 啦。然后腿部空间这边就。我觉得就差不多啦，因为这个 MLB Evo 平台的车子啊，我坐过它，我坐过 Urus， 我坐过 Bentayga， 我坐过 Q8， 你花这个价钱，它可以给到你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这样子的一个 size， 但你讲真的很大嘛，你很难去跟，比如说像7-seater 的 XC90 或者是 GLE 7-seater 来比，毕竟它还是一个标准的 5-seater 5人座的车型，所以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能够照顾到乘客，而不是像其他的 Volkswagen 车型这样子比较偏硬，过一个趸乘客会有点吃不消这样子。那我记得当这个 Volkswagen Malaysia 宣布价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有一点捏一把冷汗，有一些人甚至是大吃一惊，因为我原本的预测是这个车子的价钱是在399千、389千，大概是这样子啦。不过你都知道现在 Ringgit 的问题，然后 tax everything 的问题等等，所以它弄到来最后是 from 469 900 990。On the road 是472，但是 Volkswagen 给你很完整的一套 service package 跟这个5年的 warranty 等等，还是偏高啦吧？它至少它给到你很齐全的 package。所以我们讲回它的对手啊，因为在马来西亚这个价位的对手，其实它要打的就是 BMW X5、Mercedes GLE 旁边一点点的话，可能会吃到一点点 Volvo XC90， 不过考量到 XC90 的底盘构造跟 XC90 的 Powertrain 来讲，我觉得它主要的对手还是要瞄准 X5 跟 Mercedes GLE。那以2023年 JBJ 注册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X5 是注册了超过1200辆，那 Mercedes GLE 大概是500辆，但是 surprisingly 的呢 ，Porsche Cayenne 的注册量呢居然超过1000辆，有1027辆。没有听错。
但是 JBJ 注册的是 including official import 跟 great import，I mean 跟 CKD 的啦。所以，但是 market 上面的卡宴还是注册了1000多辆。所以我觉得这台Volkswagen Touareg 呢，它要 target GLE 跟 BMW X5 的车主。那讲到销量方面呢，在这一场媒体试驾活动上 ，Volkswagen Malaysia 的 Managing Director Mr. Daniel 受访时也说到，他们的目标是要占据 10% 的 market share 而已。所以目前我们以 X5 加上 GLE 加上 Audi QX 的这个总销量大概是1857台，所以我们假设这个 segment 在马来西亚只能够卖2000多台，就是说 10% 他们一年的 target 是要卖200辆左右。当然，如果要单靠一款 Touareg， 他们是比较难去分担掉这个生产成本，所以 Volkswagen Malaysia 也计划用 MLB Evo 平台在马来西亚生产多另外一款车。那我们左看右看不太可能在马来西亚组装 Urus 或 Bentayga，QX 市场又比较小，所以最有可能用同样平台在马来西亚组装的就是7人座的 Audi Q7。所以当我们在看 Touareg 的定价和策略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只是看 Volkswagen 这个品牌，因为他们底下还有真正的这个高级品牌 Audi。其实到目前为止啦，我没有记错，我在讲话的这个 moment， 这台车子在马来西亚应该是有了20-30位车主至少啦。所以根据这些车主们的反馈呢，他们会选择 Volkswagen Touareg， 主要还是回到 value， 回到价值方面。因为这些 Touareg 的车主，其实他们都是我刚才讲的那些豪华 SUV 的前车主或者前车主啦，所以他们试驾了 Touareg 后，他们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不用花到500千，我不用花到600千，我不用花到700千，甚至我不用花到800千，我只要这个470多千 with 完整的 service package，我就可以拿到这样子的体验，而且。对一些人来讲，牌子对他们来讲是其次的，因为他们可能已经，你知道吗？他的 car park 可能 park 着 BM、park 着 Mercedes， 或者他已经卖掉 BM， 可能他已经卖掉 Mercedes， 他已经卖掉他的 Audi whatever， 他觉得这个品牌对他来讲无所谓，反正你知道吗？他如果住在一个几个 million 的 bungalow， 他park一辆 Touareg，I mean 呀，你不需要透过那个 logo 来提醒人家你是谁。你的身份、你的班盖在哪里啦？所以我觉得他大概的反而是比较有趣，反而是比较不想要跟别人一样。你说驾驶它会跟 Porsche Cayenne 会有差到很远吗？会有一点，毕竟 Cayenne 驾起来还是比较像一个 driver's car， 这个就比较针对后排的乘客舒适感等等里面的设备Dye Audio、IQ Light， 基本上你很难去挑剔它啦，因为就是我们说您做机头还是你要做氛围这样子的概念。你买到最 base spec 的卡宴，它只是卡宴里面的一个入门款，那你买到 Touareg， 它已经是 Volkswagen Family 一个 flagship 级一个旗舰型的 SUV 这样子好啦，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在留言区去讨论啊。你看我现在按这个 Power Window 的 button， 这个 Power Window button 也跟 Tiguan 几乎是同一个 panel 来的啦。也这个高度刚刚好。OK， 就期待接下来我们有机会拿到这个车子做一个long term review 的时候，再给大家一个更完整的影片啦。OK， 所以我是最喜欢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追逐万卡，哇 ，Thank you。